郭玉状告杨伟达性骚扰的案子，在进入诉讼阶段之后，进展得非常不顺利。在杨伟达强大的资本实力面前，舆论呈现一边倒，郭玉被描述成了忘恩负义的形象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而比这更让人丧气的是，其他说好愿意指证的受害人，在看到网上的舆论风向之后，出于保护自己，也纷纷选择了退堂鼓，撤回了之前提供的证言，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证人。而唯一留下来的单桂平，还因为接受了夏书的经济援助，构成了事实收买行为。如果不是陈硕善意提醒，罗英子及时发现，一旦在法庭上被揭发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最坏的情况可能要步没大梁的后尘。出现这么大的风险事件，让代理郭玉的小律所在法官面前丢了面子，再加上本来就不挣钱，名声也没有挣到，于是也决定退出。虽然郭玉还在坚持，又出现了新证人夏琳琳，但因为夏琳琳的特殊情况，依旧让这个案子不容乐观。眼看着希望渺茫，罗英子和秋华的信心也有些不足，却在这个时候，方丽红挺身而出，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提出要以良城律所的名义继续打这个官司，给罗英子和秋华打了一剂强心针。方丽红态度突然大转变，表面上是因为罗英子找到了新证人夏琳琳，还有她提供的短信证据，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夏琳琳的特殊情况并不足以定死杨伟达，连罗英子和秋华都底气不足，这也是他们找方丽红商量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寻求指点。但方丽红却称其为关键证据，非常耐人寻味。之前方丽红强硬反对，不顾律所其他合伙人的支持，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胜算，又无法为律所带来任何利益，甚至还会损失利益。如今经过舆论的发酵，情况变得更加不利，他却忽然改变主意，自然更不可能是因为正义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利可图，而且是大利。在告知罗英子和秋华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方丽红特意提了一点，那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和董先生沟通过，董先生表示没有问题，也就是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。杨伟达是董先生公司的大股东，之前迫于杨伟达的压力，他曾经施压方丽红，如果要继续合作，就不能为郭玉代理。最后是方丽红想出了一个主意，把案子挂在了小律所那边，才让董先生对杨伟达有个说法。董先生当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这个老杨也该治治他了，说明他对杨伟达是敢怒不敢言，他也不想这么做，但是顶不住。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他却顶住了杨伟达的压力，对方丽红表示没有问题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得到了支持，不会影响他的公司。在剧中目前出现过的人物里，只有杨伟达的妻子田总，也是伟达集团副总，有这个实力支持董先生。而田总的手中其实一直都有杨伟达性骚扰的关键证据，所以可以得出一个推论，方丽红和田总早已经有所接触，而董先生就是那个中间人，这个案子已经不再是性骚扰案。回头看，案子进入诉讼流程之后，方丽红一直都很关注，不但亲自出面协调，主动帮忙联系了小律所，甚至为罗英子几人出谋划策。后来又提出了还有关键证据没有找到，郭玉的声明也是他亲自操刀。如果不是他之前曾经反对过代理郭玉，还有在魏同仁案子上为了自身和律所的利益牺牲过罗英子和秋华，差点就要相信他是一个心怀正义，愿意培养和保护年轻律师的人。陶正在接受专利案子的时候，曾经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年轻真好，其实不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而是他早就知道陶玉案背后的水有多深。罗英子和秋华有机会接触到伟达集团的股权争夺，也就是杨伟达和田总的战争，这是专利案远远比不了的大肉。田总手上一直有杨伟达的恶行的相关证据，他一直隐而不发，看着那么多人受害，是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伸张正义，而是以此要挟谋夺杨伟达的股权，他要一击必中。利用郭玉，
让罗英子和邱华先冲锋陷阵，看看事情的发展，等候时机的成熟。如今时机成熟了，董先生表示没问题，方力宏接过郭玉的案子，一切都落入了田总的布局，交出股权保全自己，或者身败名裂，甚至是去坐牢，杨伟达只能选一个。杨伟达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但正义并没有胜利，恶人只是输给了恶人，郭玉不过是个工具，依旧没有得到尊重，这样的结果是他想要的吗？罗英子会如何做？